大家好，今天來介紹如何透過 CSS 片段來調整 Obsidian Data View 的樣式，同時在後面也會介紹兩個調整 CSS 的外掛，透過這兩個外掛就可以針對 Obsidian 的 CSS 樣式做一些細微的調整。就先來看一下今天要達成的工作的目標，首先就是要把特定的欄位調整成向右邊靠齊，因為假設我們沒有特別去做這一個設定的話 ，Data View 的表格它預設都是向左邊靠齊的。那現在我們就可以透過 CSS 樣式的設定，讓數值能夠向右邊來整個靠齊。接着透過 CSS 來調整進度條的外觀，同時會把它的數字顯示在進度條的上方，可以根據不同的百分比的進度來顯示不同的顏色。這個就是今天介紹的 Data View 的表格經過調整以後會呈現的樣式。需要對 Data View 的表格做更多樣式控制的朋友，應該是會有一些幫助的。以下就先來看一下如何來調整 CSS 片段。要將 Data View 表格的特定欄位向右邊靠齊的方法，最簡單就是去設置一個全域的 CSS 片段。這邊就是設定了第二個欄位跟第三個欄位，讓它向右邊靠齊的 CSS。只要使用 Text Align 讓它使用 Right， 這樣子就可以做到向右邊靠齊的方法了。這個 CSS 的類別就是使用點 Data View Table View Table， 這樣子就可以讓第二個欄位跟第三個欄位它這個數字向右邊靠齊，而且顏色呢也可以把它改成是綠色的。那這個完全都是透過全域 CSS 片段來控制的。第一個是來控制它向右邊靠齊，第二個是讓顏色變成綠色。這個就是全域 CSS 片段的設定。但是因為 Data View 的表格它的欄位是不固定的，因為通常我們不會是只有目前看到的4個欄位，也許會有5個、6個欄位，需要向右邊靠齊的欄位也可能不是第二個或是第三個，因此這個寫法在實務上是不太可行的，因為在 CSS 片段裡面就要指定好第二欄或第三欄，在實務上這個第二欄跟第三欄事實上是會變動，因此就不太可能用這樣子的方法來操作 CSS 樣式。為了不讓這個樣式套用到所有的筆記，就可以透過 YAML 區的 CSS classes 來達成。透過 YAML 的 CSS class 就可以讓特定需要右邊靠齊的筆記能夠產生效用。只要在 YAML 區加進去 CSS classes， 然後指定好一個特定的類別，只要設定了這個特定的類別以後，這個表格就能夠生效。來看一下這個 CSS 的設定是怎麼樣。把剛剛的這個 Data View Table Dash View Table 前面再加上一個特定的 class， 然後把這個 class 寫在筆記裡面，需要第二欄跟第三欄向右邊靠齊的筆記就加上 CSS classes， 這樣子就可以達成右靠的功能。雖然這個方法可以解決部分的需求，但是也是很不方便，因為我們必須要在特定的欄位裡面去指定特定的類別，同時它的第二欄跟第三欄的這個數字也是一樣要寫在 CSS 片段裡面，因此實務上也是不太方便來達成的。我找到的比較完美能夠解決特定筆記來套用特定設定的方法是使用 Stylist 這個 Obsidian 的外掛。只要安裝了這個外掛並且啟用它以後，它就能夠提供功能。要注意的是，這個 Stylist 它的樣式必須是在預覽模式才有辦法呈現。它的使用的方法很簡單，就是使用程式碼區塊的寫法，把需要的樣式直接寫在特定的筆記裡面。程式碼區塊的語言要寫成 style， 然後裡面的內容呢就是 CSS 類別的設定。那只要這樣子的寫以後，就可以讓特定的筆記產生特定的 CSS 的效用。可以來看下面這個範例，這個範例設定了一個 style 的程式碼區塊。那在這個裡面就是跟剛剛一樣，指定了第4欄跟第5欄向右邊靠齊，而且它的顏色要使用紫色。下面這個範例裡面，這個第4欄跟第5欄呢，分別是這2個欄位。那目前你看到它事實上是左靠的白色的數字，因為 Stylist 必須在預覽模式才有辦法呈現。我現在就把它給切換到預覽模式。我們已經點擊成預覽模式了，那看一下它目前呈現的樣子。它這邊的顏色就已經變成是紫色的，而且數字都已經是向右邊靠齊。可以從 Current 這個欄位看得很清楚，這些數字都是向右邊靠齊的。我再按 Ctrl+E 切換回原始碼的模式，這邊就是白色的，而且是向左邊靠齊。透過這樣子的方式，就可以比較完美的讓特定的筆記使用特定的樣式。這個樣式
就是設定在這個地方。其實用的方法都是跟剛剛一樣，都是使用 Data View 的類別，特別透過 NTH Child 來指定第4個欄位跟第5個欄位。那這個就是使用 Stylist 可以達成的效果。另外再多提一個外掛 Markdown Attributes， 它可以讓我們把某個特定的類別或是 CSS 的 ID 加到筆記的某一個特定的段落裡面。我們要安裝並且啟用 Markdown Attributes 的外掛，然後在 CSS 片段裡面定義好 CSS 的類別或者是一個 CSS 的 ID， 在需要做不同顯示的片段裡面添加下面的語法，也就是用大括號，然後用點裡面寫上特定的 CSS 類別，或者是使用 class 等於一個 CSS 的類別，或者是寫上一個 ID 等於某個 CSS 的 ID。透過這樣子的方法，就可以讓特定的段落呈現不同的樣式。我們來看下面這個範例，在這個範例裡面定義了3個 CSS 的顏色的類別。第一個是 color-red、color-green 跟 color-yellow， 然後它的顏色分別就是設定好不同對應的顏色，就可以在段落裡面指定它的樣式。比如說這個第一行是沒有加上任何樣式的一個寫法，第2行它這個紅色要怎麼寫呢？我們只要在後面加上大括號，裡面寫上點 color-red， 它就會來套用這第一個 CSS 的類別。綠色也是一樣，只要寫上點 color-green， 它就會來套用第2個類別。這第3個呢，就是使用點 color-yellow， 它就會套用第3個 CSS 的類別。那這樣子的方法就可以去設定某個段落套用不同的 CSS 的類別。那下面也展示了使用表格呈現的方法，但是你會看到這邊雖然我們在這個標題2的後面有加上了點 color-red 來指定使用紅色這一個 CSS 的類別，但是它並沒有呈現出來，因為表格要進入預覽模式以後才有辦法呈現出它的顏色。那我們就進入預覽模式來看一下，現在就已經是進入預覽模式可以看到紅色、黃色跟中間這個綠色很正常的依照我們的需要顯示出不同的顏色。這個就是使用大括號，然後在裡面放入 CSS 類別的方法，就可以來做不同顏色的呈現了。這個就是今天介紹的另外一個外掛 Markdown Attributes 進度條樣式的設定，其中按照百分比的進度來顯示不同顏色，在上一次的影片裡面已經介紹過了。基本上就是使用中括號 value 等於的方法來做設定。後面有要把這個數字顯示在進度條的上方的一個寫法，在這個新的 CSS 樣式裡面呢，都已經把這個寫法都已經寫上來了。你只要從資訊欄或者是我的解說文章裡面去直接複製就可以了。那目前數字顯示的這是在進度條的開頭的位置。如果你希望把數字給顯示在進度條中央的話，那就是把這個 left 原先是 15%， 你把它改成 50%， 那這樣子呢，它就可以顯示在中央的位置。那我們來修改看看，在我的 CSS 片段裡面，目前是 left 是顯示在 15% 的位置。如果我們把它改成 50%， 我們来看一下呈現的樣子会是什麼樣子。移到上方，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顯示在中央的位置。那如果再還原回來 15% 的話，這個就是在 15% 的一個顯示的位置。那這個就是有關於進度條的樣式的控制。相信透過今天的介紹，大家對於如何來操控 Obsidian 不同的表格的樣式，或者是不同段落的顏色的設定，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。如果大家覺得我今天介紹的 Obsidian 的知識对于你在使用 Obsidian 上有幫助的話，請各位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。你的訂閱就是對我的一個很大的鼓勵，謝謝各位。